我把寡妇婆婆和老板在公司亲的视频发给了老板娘，老板娘直接在全网上演直播打小三。此后，婆婆造谣我，老公算计我，小姑子引导全网网暴我。本来就是你的错，还能怪到我头上来？那就用魔法打败魔法，让你们一家人好看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当老板娘出现在直播画面里时，我惊得抖落了手上的蛋糕。老板娘来得太快了。2周前，寡妇婆婆因侄子上学的事大闹公司，害我被公司开除。没想到婆婆竟趁此机会勾搭上了老板，此后整日去公司张牙舞爪。本来就是个扒皮公司，还有个时常骚扰女同事的中年老板，再加上一个常来公司耀武扬威的寡妇婆婆，公司同事彻底忍不了，干脆合伙偷拍了婆婆和老板在办公室亲的视频。你家这个寡妇婆婆可了不得？当然了不得。自从我结婚，乡下的寡妇婆婆就以照顾我的名义强行搬进我家，可她整日游手好闲，就知道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去跳广场舞，一点照顾我的意思都没有。家里的大事小事主要还是我在忙活，我忍她很久了。同事来消息，便是问我有没有老板娘微信。真不巧，前段时间对账的时候，正好留了老板娘微信。作为新时代正直青年，揭露真相是我们的义务，只是随手转发，没想到老板娘竟来得这么快。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同时，一时兴起，甚至在抖音上开了直播，实拍正是暴打小三、夺人眼球的标题下，直播间的人数蹭蹭上涨。先是涂着红唇、穿着旗袍的婆婆出现在了直播画面里，滚开，挡了老娘的路，信不信我开了你？咬咬婷婷的婆婆被新来的实习生挡了路，趾高气扬地指着实习生鼻尖大声训斥，吓得实习生一言不发，只敢泪汪汪地望着婆婆。这老板娘好强的气场啊，一把年纪风韵犹存，这要是我老婆多好啊！弹幕惊得我喷出口中的奶茶，怎么就看出来这是老板娘了？我的指尖在手机上疯狂地输出，这一看就是主场啊！这老娘们不是老板娘，我就直播啃键盘。楼上666，可别啪啪打脸！我定睛一看，这不是我那同事的账号吗？弹幕区聊得火热。我甚至没注意到婆婆进了老板办公室，跟着老板娘出现在了画面里。老板娘手下长着好几家公司，是个典型的职场女强人，走起路来气场全开。老板娘好！沿途的同事纷纷站起来向老板娘问好，这才是老板娘的气场啊！刚刚直播啃键盘的兄弟呢？啃键盘能有抓小三精彩吗？兄弟们别管我，看正片了。只见老板娘顺势拿起手边的笤帚，气势汹汹地踢开了办公室的大门，镜头随即贴在了办公室的玻璃上，透过缝隙，只见老板娘一下一下狠狠地打在寡妇婆婆身上。你个臭寡妇，竟敢勾我男人，不知天高地厚！寡妇婆婆一时不察，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只得慌乱地钻进桌子底下。还有你个臭男人，给你个公司管管，你就在公司养小三！老板娘又把矛头转向老板，俯视着跪在地上的老板，大声发问：媳妇，我错了，是这个婆娘勾我的。老板一狠心，抓着寡妇婆婆的头发，把寡妇婆婆拉出了桌底。你打她都是她的错，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的呀！老板娘闻言，又是一脚狠狠地踹到婆婆腰上，婆婆疼得蜷起身子。这寡妇跌倒了还这么迷人，这柔弱的小样，
我是男人，我也受不了啊！妖娆在地的婆婆又掀起一波评论区高潮。别拍了！突然，老板发现了摄像头，对着镜头大声怒吼，直播戛然而止。许音，你竟然还在直播间带节奏，你疯了吗？视频在网上疯狂流传，没多久便接到了老公李强的电话。1个月前，离异的小姑子突然带儿子来我家吃饭，说是为了侄子上学，想让侄子和小姑子李丽住进我家。李丽整天就知道拿侄子赡养费打麻将，临头倒薅我羊毛来了，我可不能惯着。义正言辞地拒绝后，婆婆便一直给我脸色看，不仅去我公司大闹，还整天在小区造谣我不孝婆母，人言可畏。一个同住我家小区的客户为此便和我父母断了合作，家里面临好几百万的损失。父亲甚至上了董事会做检讨。父亲兢兢业业一辈子，这可是从头一回当众检讨，我不禁有些懊恼。茵茵，你和李强没吵架吧？事情发酵后，母亲打来电话，第一件事便是询问我是否安好。可后来父亲告诉我，因为婆婆的造谣，母亲日夜担心我，还去看了心理医生，被诊断轻度抑郁。我不做点什么，怎么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父母？况且老板娘有权利知道真相，闹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只能说是老板和婆婆自作自受。我只是随手转发了一个视频，你妈现在还在高兴地跳广场舞呢。没错，回到家后，不爱上网的婆婆仿佛无事发生，很快又收拾完毕，加入了广场舞大军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你现在回来，我们离婚。老公追求我时对我百依百顺，我也是看他忠厚老实才和他结婚。没想到这1个月来，他竟一直一言不发，任由我被婆婆欺负，憋得我一肚子火。巧了，我也想离婚，我算是想通了，这种窝囊的男人不要便是。我立即打车回家商量离婚事宜，婆婆却以为我是回来求和的。行了，你把主卧收拾出来，今天就让小宝住进去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到家时，婆婆正瘫坐在沙发上，翘着2郎腿看电视，真是天真。视频不是我拍的，直播也不是我开的，老板娘本就有权利知道真相，这都是她和老板自作自受，哪里轮到她跟我计较？我准备把客卧的床铺收拾了，毕竟明天起就没人住了。死丫头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婆婆闻言立即站起身子，走到我跟前，指着我厉声质问，身上的劣质香水味让我作呕。让你搬走的意思呗？我明天就要跟你儿子离婚了。我扇了扇鼻子，试图赶走刺鼻的味道。嫂子，你可得想好，这2婚的女人找不到我哥这么优秀的男人了。李强是国企的外聘员工，最是引以为傲他的铁饭碗，甚至时常瞧不起我在私企工作，说我只是个打工的。他自己又何尝不是打工的呢？况且我只是暂时不想回家接管生意罢了。婆婆闻言赶紧帮腔，就是嘛，没人养你，以后饭都吃不上喽。就算我孤身一人，怕是也比你们过得好呢。我缓缓走到电视柜前，拿出自己明晃晃的金项链把玩，似笑非笑地望着2人。且不说我曾是职场精英，本就有赚钱能力，就说婚前我爸妈怕我受委屈，给我置办我买了许多首饰基金，就算我啥也不干，也能一辈子衣食无忧。2人看着手指粗的金项链在我指尖流转，脸都气绿了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来谈离婚吧。李强感觉面子上挂不住，摆摆手，大手一挥，带头坐在了餐桌旁。
婆婆和李丽赶紧坐在她的左右两侧，我一人坐在对面，和他们三人对视。那些首饰就便宜你了吧？不过房子和存款，你和我儿子得一人一半。婆婆双手环肩，一副我捡了大便宜的样子。哟，房子怎么好意思一人一半呢？我立刻装作不好意思的样子，起身去卧室拿房产证。既然你自己都不好意思，那房子就应该归我哥了。话音刚落，李丽和婆婆不敢置信地盯着桌上的房产证，眼睛都绿了。房产证上的房主栏赫然写着我爸的名字。当年我爸曾说李强不是良人，可陷入李强甜蜜陷阱的我哪儿听得进去？我爸便留了一手，把这套写了他名字的房产作为我们的婚房。婆婆和李丽根本没摸清情况，还以为李强才是家里的顶梁柱。别想了，房子车子都是我爸的名字，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存款一人一半吧。毕竟夫妻一场，法律上来说也该给李强分些存款。不过婚姻期间，李强一会给婆婆拿钱，一会给李丽贴补，家里存款不过区区5万块。果然，李强闻言低下头来，手指在桌面上规律地敲打，不知在算计些什么。你让你那帮同事别带节奏了，我1分钱也不要。哦，原来在这等着我。那天被抓现行后，几个带头的同事破罐破摔，索性集体辞职。没想到老板娘大手一挥，不仅直接免了老板的职，还给同事们一人一个大红包。同事们心情大好，干脆拉了个群，没事就组织大家在相关视频下疯狂输出。眼看婆婆的个人信息就快被人肉出来了，李强在国企工作，再闹下去，他恐怕工作难保。花2万5保工作，可真是好算计。只是前同事而已，可不听我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有个小群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李强按心中怒火，压低声音，咬牙切齿地盯着我说：“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。”我笑道：“你们今晚就滚出我家，所有我买的东西一件也不许带走，明天一早就离婚。咱们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。那你让我们今晚住哪儿？”婆婆急了，站起身来，狠狠地拍桌子，手心都拍红了。何必呢？我又不疼，桌子也不疼。李强，你觉得呢？我伸手在灯光下欣赏今天新做的美甲，真好看。好，但是我现在就不想再看到那几个账号了。李强再三思索，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。为了工作，还是松口了。儿子啊！婆婆闻言一时失力，倒在了小姑子的身上。那就滚吧！我信步至门前，打开房门，挑眉望着三人。家里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我买的，李强他们可拿的也就一些不值钱的衣物，我得收拾收拾。婆婆拉着小姑子往卧室走去，被李强一句话拦了下来：“走，有魄力。不过看小姑子那副委屈的样子，怕是不能善了。”隔日，我便和李强递交了离婚申请，冷静期一过，便自动离婚。如我所料，小姑子很快坐不住了。小英，赶紧看群消息。这天，我正在沙发上惬意地敷面膜，庆祝自己重获自由，突然接到了前同事的电话。我赶紧打开微信，同事给的链接是本地网红的直播间。李丽正在直播间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：“是我害我嫂子和哥哥离婚的，我希望可以通过直播间求得嫂子的原谅。是我心比天高，非要送孩子去城里上学，还妄想找房子期间暂住嫂子家。如果不是我妈就不会跟嫂子发生口角，我哥也不会因此跟嫂子争吵。我哥是个本分人啊，
为了嫂子高兴，自愿净身出户。现在我妈被气进了医院，需要钱啊，可嫂子对我避而不见。我今天就是借这个平台给嫂子道歉，求嫂子原谅我，给我哥留点钱，救救我妈吧。说到动情处，李丽甚至冲着镜头直接跪下，拿着纸巾掩面哭泣，一副若柳扶风林黛玉的样子。我怎么不知道婆婆进了医院？不是昨天还在跳舞吗？想借舆论来搞我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旁边的主播也配合着几下几滴眼泪。虽然我们的力量微不足道，但是希望可以借助大家的力量，让嫂子明白眼前这位小姐姐的心意。评论区炸成一片，这什么嫂子啊？人家都要找房子了，借住几天怎么了？就是还为此跟婆婆吵架，简直是大不孝，就该给婆婆负担治疗费。舆论完全倒向了李丽那边，甚至有网友提出要人肉我，这是把此前对付婆婆的那招还回来了呀，想利用舆论逼我给钱。可他不想想，群众总是站在真相那边，而不是站在舆论那边的。小英，要不要我们小分队出动？上次婆婆的事情后，我和几个前同事觉得甚是投缘，索性保留了小群。现在他们几个磨刀霍霍，想为我出头呢。不急，你们先蹲一蹲，我会他们。我也登录了自己的账号，把 ID 改为李丽前嫂子后，立刻申请和主播连线。事情越大，流量越多。主播看到我的申请时，原本故作着急的脸上表露出控制不住的喜悦。李丽则突然面色发白，在连线画面看到我的脸时，直接呆住了。李丽，没想到我这么刚吧？你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。小姐姐，这位是你嫂子吗？主播见李丽不说话，赶紧推了推李丽，示意她回神。我则似笑非笑地望着她，看她做什么妖。李丽盯着屏幕呆了，有些不知所措。5分钟后，突然回过神来，冲屏幕直直地磕头：“嫂子啊，你终于来了，求求你原谅我吧，我妈可等不起啊！”评论区见状，开始了对我的好一番谩骂。这个女人真是蛇蝎心肠，谁娶了谁倒霉。支持李丽小姐姐，应该让这个女人净身出户。这女人我知道，家住新众小区，她爸开公司的，找到了，就是这几个账号带节奏。我一直一言不发，任由李丽表演。网友谩骂，直到几个同事找到了带节奏的账号，造谣犯法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主播愣住了，李丽也愣住了。嫂子净身出户，支持美丽小姐姐，这2个账号泄露他人隐私是违法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嫂子，你有什么就冲我来，别连累无辜的人。李丽也是反应极快，迅速出言，又一次把矛头对准了我。我理他，那才说明我愚蠢。就在我一言不发地望着屏幕和李丽对峙时，屏幕中出现了几名警官的身影。终于到了，谁报的警啊？说你们这里有人造谣。警官同志中气十足的声音从画面里传来：“是我呀！”我冲着屏幕大喊，也不知道警官同志听不听得到。10分钟前，小分队的同事搜索到这家网红所在的公司，又查了一下直播的 IP 地址，确定直播位置后，便径直报了警，并且向警官讲述了事情的始末。警官同志这就来干涉了，都报警了，这个小姐姐不会真的是造谣吧？闹这么大，嫂子也敢报警，这个小姐姐肯定是撒谎了。不说了，我支持嫂子。警官同志一出，小分队立刻开始带起了节奏，看着评论区也越来越偏向我。李丽脸都白了，真是畅快呀！同志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在公司工作人员的带领下，
警官同志终于找到了这个直播间。李丽此时被吓得全身哆嗦，盯着主播，不知道该干嘛。警官同志，我已经在去警局路上了，我在那边等你们呢。在赶往警局的出租车内的我，立刻热情地跟警官同志打招呼。警官同志和蔼地冲我点头示意，主播也一脸无奈地望着警官同志。最终很突然地切断了直播。看来这个小姐姐真是在撒谎啊！主播也真是，什么人都敢往直播间带，取关，散了吧，没什么好看的了。在几个同事的带动下，评论区也完全站在了我这边。再加上突然断播，主播的粉丝蹭往下掉。李丽太愚蠢了，真以为舆论是可以随便利用的武器，那我就让他接受法律的惩罚。可半路上，我却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：“小英啊，你那个直播被你妈看见了，刚才你妈抱着全家福上了楼顶啊，在我眼前就那么跳了下去，幸好下面有个彩钢棚，不然你妈当场就没了，现在在医院抢救呢。你是不是去警局了？我让秘书小王过来帮你，你妈这边离不得人。”我顿时感觉如遭雷击，母亲那么温柔的人，竟因我跳楼。此前我被李强蒙蔽双眼，不顾父亲的反对要和他结婚，是母亲从中温柔的调停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和你爸都是你坚强的后盾。和李强扯挣钱一夜，母亲拿着房产证、银行卡、各种奢侈品，温柔地向我叮嘱：“你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他还是爱你的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母亲为了让父亲接受我的决定，先是变卖了自己的所有首饰，又对父亲百般相劝，才为我争取到了父亲的谅解。可因为我的任性，却害母亲患上了抑郁症，甚至导致母亲现在躺在医院，生死未卜。爸，我自己能处理好，你照顾好母亲，我晚点来看你们。我突然心下定决，不能简简单单的了却此事，一定要让这家人付出代价。于是我拨打了李强和婆婆的电话，让他们一并去警官局谈。到达警官局时，婆婆和李强已经等在了那里，小姑子还在来的路上。警官同志便安排我们先在调解室等待。我冲李强无奈地摆摆手：“我算是怕了你们了，房子给你们，你们消停点行吗？”婆婆一脸惊喜：“当真？”我两眼一翻，故作无奈：“遇见你们算我倒霉，明天去改离婚协议吧。”婆婆高兴地拍了拍手，终于可以接我的大胖孙子来城里喽。李强却抓住了婆婆的双手：“小宝还是先待乡下吧，小宝当然来不了城里。几分钟前我都打听好了，李强的公司最近正对临聘人员开展考核，考核优秀者可能会解决国企编制。李强的直属领导最近正好为了孩子读书的问题，在看我们小区的房子，学区房哪儿那么容易买到？李强的领导最近可是愁白了头。李丽搞这么多事，无非也是为了这套房子，这把刀就让我为你们递上。眼见李丽被带进了警局大门，我赶紧坐直身体，反正房子给你们，你们具体怎么分我就不管了。李强兴奋地回答：“行，明天就去过到我名下。妈，我可是你儿子，我的事不比你孙子重要，你别跟李丽说房子的事。”婆婆唯唯诺诺地点了点头：“什么房子的事啊？”李丽跟着警官进了屋，应是隐隐约约听到我们在谈房子，简直是正中我下怀。警官同志，能让我们先谈谈吗？毕竟我们目前还算是一家人。李强也跟着点了点头，见婆婆和李丽也没意见，便离开了调解室。见警官离开，我给李丽递了一杯水：“丽丽，
房子都给你们了，你以后就别闹了。李丽接过纸杯，不敢置信地发问：什么时候给我们的？刚才谈好的，明天就过到你哥名下。不是，我这么大费周章，丢这么大脸，房子不给我。李丽瞬间捏紧了手中的纸杯，杯中的水洒了一地。李丽气势汹汹地盯着李强和婆婆：刚才你们就商量了，这过我哥名下也行，签个协议，房子有我的一半，我和小宝得进去住。婆婆连连摆手，上前安抚着李丽的背：你哥公司最近要解决编制了，这房子有别的用处。李丽一把推开婆婆：什么用处啊？给他贿赂领导。我哥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，上次离婚被嫂子几句话拿捏得净身出户，现在就算给了他房子，他就能解决编制。李强终于忍不了了，拍着桌子站了起来，和李丽气愤地对视。这个李强此前总是躲在婆婆身后索取，被驳了面子，只知瞎发火，不会自己争取。我以前真是瞎了眼，以为他这是不争不抢，老实本分，其实就是个没能力的软饭男。幸好我及时发现了他的真面目，尽早止损。丽丽呀，你哥毕竟是家里的男丁，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你就让他吧。婆婆见状，立即横在李丽和李强的中间，环住李丽的肩膀，温言相劝：让个屁！李丽大力捏扁了手中的纸杯，狠狠摔在地上。婆婆狠狠地拍了拍桌子：怎么说话呢？动静有点大。我赶紧上前把调解室的门关上，好戏才开场，怎么能让它这么快结束呢？你说怎么说话呢？从小到大你就偏心李强，李强吃的穿的哪一样不比我好？要不是我让小宝姓了李，你能对我正眼相看？和李强结婚不久后，我就听说过小姑子的事。婆婆重男轻女严重，自小将李丽当作家里的佣人看待，动辄打骂。李丽18岁那年便离家出走，和家里断了联系。几年后，李丽带着小宝回家，并声称小宝姓李。婆婆看着小宝酷似公公的长相，认为李丽也算是传承了李家的香火，才开始试着接纳李丽。李丽一直对婆婆的偏心颇为不满，却又贪图婆婆的照顾，索性就这么耗着，又当又立。我一直瞧不起李丽，这也是我不愿意让他们住进我家的原因。婆婆拍着桌子吼了回去：李强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是要传承李家香火的，我偏心他怎么了？李丽调转矛头，冲李强发问：李强，你怎么说？李强翘起二郎腿，仰头向后靠在椅子上：我能怎么说？听妈的呗！真是好算计，又把婆婆推在了前面，真是个软饭男，靠妈靠媳妇，活该你一辈子解决不了编制。婆婆一听，首先坐不住了，叉腰道：你个死丫头，怎么说话的？这2年给你脸了，现在蹬鼻子上脸了是吧？哟，你老人家给的脸，我可接不住啊！李丽扭了扭腰身，摇摇停停地坐在椅子上，边玩美甲边说：这10里8乡，谁不知道您老寡妇风韵犹存啊？为了儿子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前段时间被人当场抓小三，还上热搜了呢。这事儿李强怕是没告诉你吧？您不觉得这段时间广场舞队的气氛很怪吗？听说上一次被直播抓小三后，广场舞队的老人都被自家孩子打了招呼，特别是老头们，家里人那都是警告警告再警告。这段时间根本没老头愿意和婆婆搭档，阿姨们也不愿意和婆婆站到一起，婆婆只能孤零零地在一旁自娱自乐。婆婆被这一番话气得全身发抖。那也轮不到你来说。李丽扑哧一笑：我说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
婆婆一把踢开椅子，冲上前去扯李丽的头发。那我就打死你这个过河拆桥的死丫头！李丽也毫不示弱，伸手掐婆婆的脸。我今儿就毁了你这张卖弄风骚的脸，看你拿什么给你儿子换前程！场面之激烈壮观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李强竟然就在旁边紧张地看着，不敢上前拉架，真是个没本事的软饭男。我赶紧打开调解室的门呼喊，警官闻声而来，都给我住手！在警官的注视下，李丽和婆婆终于放开了手。李强长舒一口气，瘫坐在椅子上，吓死我了！行，今天就当着警官同志的面把这事儿说清楚。众人皆把目光转向李丽，我今天就要和这对母子断绝一切关系。警官同志，你们给我做个证。李丽是法盲吗？赡养老人是每个公民的义务，不是他说断就能断的。我捋了捋耳边的头发，这怕是不能断吧？毕竟是亲生的呢，赡养义务可不能丢。警官同志看着我赞许的点点头。李丽气白了脸，亲生的就不能丢？那不是亲生的呢？李丽低头思索了半天，突然抬头，一脸认真地询问警官同志：“这得分情况讨论。”我好像知道李丽要说什么了。之前跟李强回村的时候，便听村里老人说过，李强不是婆婆亲生的，可婆婆一口咬定李强就是她亲生的。还跟我讲述了生李强时的许多细节，加上我当时被李强的甜言蜜语骗上了头，便没有过多怀疑。看李丽这架势，可能村里老人说的是真的。没错，不过我可听说好多非亲生的都不用尽赡养义务呢。不顾警官同志皱起的眉头，我继续出言补充：好多非亲生的子女，他们等父母老了，就直接把父母丢到老家，再也不管。特别是现在的一些妈宝男、软饭男，一点责任心也没有，都当自己老了的妈是累赘呢。李丽突然仰天长啸，哈哈哈哈哈！作孽呀！村里的传闻果然不是空穴来风。婆婆立刻站起身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我在笑你这个可怜虫啊！疼了一辈子的儿子，到头来可能不会养你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李强根本不是你亲生的，我爸临死前全部告诉我了。原来当年婆婆仗着自己年轻貌美，结婚后还四处卖弄，公公看不过去，索性也出去鬼混，搞得一个女人和婆婆同时怀了孕。那时村里没有条件上医院，都是找接生婆接生，管理混乱。也是巧了，生产时女人一口气没上来，留下个孩子，婆婆倒是挺过了生产大关，却生下个死胎。公公索性把女人的孩子抱来，趁婆婆昏迷的时候把孩子给换了。所以婆婆疼爱多年的李强，其实根本不是她的孩子，真是可笑啊！婆婆眼看脸都气白了，警官同志赶紧上前安慰：“同志，这个是分情况讨论的，并不是说非亲生就可以不尽赡养义务。”可婆婆哪里还听得进去？“你个臭丫头，胡言乱语，看我不弄死你！”言罢便提起手旁的烟灰缸往李丽头上砸去。警官同志一时不察，竟被抱起的婆婆得逞，李丽当即被砸得晕了过去。快打120！一片混乱之中，李强满脸的不知所措。我抄手看着眼前的三人，心中冷笑：这才刚开始呢。婆婆故意伤人，还是在警局这种场合，立刻被警官控制了起来。当医院传来李丽进 ICU 的消息时，警官更不放婆婆走了。我装作着急的样子，立即出言询问呢：“警官同志，这种情况可以办理保释吧？”眼看身侧的李强皱起眉头：“儿啊，你快救救妈呀！
这派出所待不得呀。婆婆一脸期盼地望着李强，李强却躲避了婆婆的眼神。妈，我刚离婚，1分钱也没要，手头紧，要不就委屈委屈你。婆婆和李强皆转头望向我，我不加把火，怎么对得起我躺在医院的妈？别看我呀，刚刚不是商量好了，房子给你吗？婆婆眼里又燃起希望，一脸期待地望着李强。李强又一次避开婆婆的目光。那房子我要拿去运作的，哪那么快就变成钱啊？婆婆抑制不住埋头痛哭，都是真的，不是亲生的。关键时刻果然没用啊！我怎么就被猪油蒙了心，被你和你那死爹骗了这么多年啊？一边说，婆婆一边在地上撒泼打滚，看得警官同志一脸无奈。李强突然也上了脾气，俯视着婆婆怒吼：“你怎么有脸提我爸？要不是你，他能走那么早吗？”原来我那个死去的公公当年身体硬朗，正是挣钱的时候，却在一天务工回来，听说婆婆在外鬼混，愤怒地拿起锄头去捉奸，结果情绪过大，不小心掉进池塘，人就这么没了。临死前召集李丽和李强来到床边，告诉了他们所有真相。公公死后，家里断了经济来源，李丽和李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加上婆婆依然喜欢出门勾三搭四，所以李强心里也一直有所怨恨。李强这些年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婆婆亲生的，却贪婪地享受着婆婆的宠爱，心安理得地当着妈宝男，在关键时刻又决然放弃这个养育自己多年的母亲。我突然觉得婆婆有些可悲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老祖宗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我蹲在婆婆面前，长叹一口气，怪得了谁呢？还不是只能怪你自己，道德败坏，重男轻女，以为全世界都该围着你转，自作孽不可活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吧。我掏出包里的化妆镜，立在婆婆眼前。镜中的婆婆头发凌乱，双眼红肿，脸颊上还有些泪痕，整个人狼狈不堪，早已没了此前风姿绰约的样子。婆婆摸着自己的双颊，出言喃喃：“我真傻。”紧接着双手狠狠地捶在地上，我可真是太傻了。几分钟后，又拿起捶得红肿的双手，捂住自己的脸颊，哈哈哈大笑，造化弄人啊！警官同志也看不过去，扶起婆婆，把婆婆带进了内间。几天后，李丽被转入了普通病房，我带了一份大礼去看望她。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李丽眼里闪过慌乱。我努力在外打工，你就是这么照顾我儿子的？连姓都改了。李丽未婚生子，嫌边打工边带娃太辛苦了，便哄骗男人说带小宝回家，方便上户口，也方便照顾。男人为了小宝，在外省吃俭用，拿回来的钱却都被李丽拿去打麻将了。直到小宝上小学，男人问起小宝上学的计划，李丽为了掩饰自己把钱败光的事实，便来筹谋我的房子。我错了，你别不管我。此时的李丽因头部受到重击，急需一个接盘侠照顾她。眼前的男人看起来太老实了，我立即出言讽刺：“李丽，你想得真美啊，找人接盘。”男人闻言立刻摇了摇头：“我不会再被你骗了。我立刻去幼儿园找小宝，我们去城里，再苦再累，我来照顾他。”李丽闻言，突然全身失去力气，哀嚎：“不行啊，没了儿子，以后谁养我呀？”男人摇了摇头，转身便走了。不知男人用了什么方法，竟真的顺利带走小宝。几天后，我站在李丽的病床前，告诉了她这个消息：“你儿子没了。”
李丽瞬间双目失神，埋头痛哭。要不是你好逸恶劳，整天瞎算计，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？但凡你稍微脚踏实地一点，也不会落得现在的下场，是你活该。李丽无助地望着天花板，无声流泪。真是我错了吗？我不愿多说，转头进了隔壁病房，为病房的鲜花添上一些水，让它能开得久些。妈，我现在可厉害了，把坏人都惩罚了，你快醒来吧，我们一起去惩罚最后那个坏人好不好？我一边帮母亲按揉着关节，一边陪母亲聊天，希望她能早日醒来。突然，母亲的指尖动了，我不敢置信地回头望着母亲。只要你幸福，妈就高兴。我一瞬间愣住了，几分钟后，感到脸上有什么湿湿的。医生，在母亲的劝解下，我也无心再和李强搞什么大争斗，便随手将这些时日发生的事情整理成册，寄给了李强的公司。李强因作风问题，虽没被当场开除，却被调到了边缘部门。合同到期后，公司便没再和他续约。李强这种没本事的妈宝男，离了公司，又没了婆婆的庇护，为了生计，只得去工地搬钢筋换取饭钱，却因为在做工时因取下安全帽偷懒，被楼上掉下的混凝土块砸到了头上，落得半身不遂。这一家人，一个半身不遂，一个锒铛入狱，一个留下病根无人照顾。天道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我望着眼前温柔削苹果的母亲，感觉生活又一次充满希望。全剧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过年家庭聚会，我那处处跟我攀比的绿茶表妹又开始了。工作要比，生活要比，连王者排位都要比一下。她说自己找了个钻石王老五，还嘲讽我的男朋友。瑶瑶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找男朋友的眼光真差，还是个送外卖的。可是当她的富豪男友见到我们的时候，直接吓傻了。在我看来，过年时的家庭聚会就是大家拼命显摆自己牛逼的时候，甭管平时过得好不好，大家都会在这天把值钱的东西都挂在身上。我表妹刘畅一家更是点中点，一家人浑身上下全是大 logo 的牌子货，手上满是值钱的饰品，大奔驰钥匙就拍在桌子上，就差在脸上写上自己很有钱了。也正因为此，他们一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我那最势利眼的大姑笑眯眯地看着他，畅畅，听说你找了个好男朋友？刘畅微微一笑，是啊，我未婚夫可是江城有名的公子哥，他给我在500强公司安排了一个工作，说过一阵子就能直接上班，月薪6位数呢。从小你们就说我成绩不好没出息，我看呐，成绩没啥用，你说是吧？瑶瑶姐，本来在疯狂干饭的我忽然被 Q 吓得噎了一下，我擦了擦嘴角的油渍，尴尬地笑了笑。家里这几个兄弟姊妹，只有我从小到大成绩最好。刘畅明摆着冲我来的，说罢，他又把目光移到我身边的靳言身上，盯着靳言的脸，他忽然笑了出来。门外那辆小 Polo 是你男朋友的吧？我尴尬地点了点头，只想快点结束这场闹剧。对于这种场面，我一直都是不屑于面对的。那辆 Polo 确实是靳言的，不过是他家保姆的买菜车，而且是我要求他开这辆车来的。我爸在10年前做养殖场生意发了一笔不小的财，亲戚知道了之后，表面道贺，背地里却嫉妒的不行。还有几个亲戚来回跟我家借钱不还，后来不知怎么，养殖场里的鸡鸭鹅都被人毒死了，墙倒众人推。我家亲戚看我家出事了，立马翻脸不认人。那之后，我爸就教育
我亲戚看着亲，实际上是最不希望你好的人，在他们面前不许露富，一定要低调再低调。后来我爸拿着手里的钱，又开始在别的城市做生意，做得比之前规模还要大，现在身价也有上亿，但在亲戚面前从来都装作很穷的样子。我呢，考上国内顶尖的大学后，又读了研究生，毕业后直接接手我爸的公司。只不过在亲戚面前，我一直都说自己找不到工作，也没啥能力。靳言是我大学同学，我也是跟他在一起之后才发现，他家原来是我们江城的首富。他为人低调随和，听到我家的情况后，很理解我，所以才同意开家里的保姆车，在亲戚面前装穷。你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刘畅继续追问。我挠了挠头，随口说：没什么，普通打工的，普通打工的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刘畅笑得非常贱，直接露出了后槽牙，那大牙上全都是牙洞，我看得直反胃。你笑什么？我让他笑得心里发毛，皱着眉问道。我当然要笑。瑶瑶姐，你也是真要面子啊！你男朋友明明就是个送外卖的，还什么普通打工的，笑死人了。靳言本来在喝水，听他这么一说，直接喷了。我俩一脸懵逼地对视了一眼。我想起来了，记得吗？我跟你说过，上个月我帮那个摔倒的骑手送外卖，碰到个事儿妈女的，就是你表妹。靳言小声跟我嘀咕道。我恍然大悟。那天靳言回江城办事，当天下了好大的雨，他开着车看到一个骑手倒在地上起不来了，他帮忙叫了救护车，可那个骑手坚决要把餐送完。靳言说帮他支付这些损失，他也不同意。靳言没办法，为了安抚骑手就医，他就直接答应骑手帮他送餐。送到刘畅的时候有点超时了，靳言一见到刘畅就开始道歉，生怕刘畅给人家一个差评。没想到刘畅没完没了，最后还是靳言赔了20块钱，这事才算完。瑶瑶姐，穷不是最可怕的，可怕的是穷还要面子。你脚上的鞋是前年买的吧？怎么还在穿呢？也不嫌寒酸。我的鞋买来只穿1个季度就扔了。说完，他还特意晃了晃自己的脚。靳言瞥了一眼，小声道：假的，随你便。我家就是没钱，又怎么了？你给我点。我白了他一眼。我爸推了我一下，示意我别和刘畅吵。我没再说话，转头陪我的小侄女打起了游戏。刘畅突然走了过来，指着我的手机屏幕，又是一顿嘲讽。我以为你多厉害呢，就只是一个钻石啊！我早就上王者了，要不是我男朋友拦着，我都去打职业赛了。我爸咳嗽了2声，让我带着侄女去那边玩。谁知我越是躲，刘畅越是穷追不舍。瑶瑶姐，你居然买这么便宜的衣服啊！看来我大伯破产之后，你家过得确实不怎么样嘛。我还是想劝劝你，既然家里穷，你就应该换一个有钱的男朋友。我当初就跟你说了，读研究生没用，名校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也一大把，你就是不信。现在倒好工作都找不着，啧。刘畅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听得我血压直接飙升。本来我的计划就是来哭穷装彪，然后干饭走人，没想到却被刘畅给针对了。靳言一直都很护着我，刘畅损他没啥感觉，但这明摆着是针对我，他有点坐不住了，刚要开口就被我拦了下来。靳言，你给我禁言！我小声对他说道，随后冷脸看着刘畅，你犯什么贱呢？我怎么样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才1年不见，直接变态了，见我生气了。刘畅笑了笑，哟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怎么还生气了？
我家亲戚现在也都使劲巴结刘畅，都纷纷指责我：瑶瑶，你妹妹也是关心你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么大年纪了，找不到工作，不着急吗？让你妹妹帮帮你吧。说我不够，他们又开始鄙视进言，不是我们势利眼，这男人还是得有点正经的职业，送外卖有什么前途？就是啊，一个大小伙子那么小气，刚才让喝酒也不喝，还拿开车推脱，不会是请不起代驾吧？我刚站起来准备跟这帮贱人对战，我爸就过来搂过我的肩膀：不好意思各位，家里有点事先走了。我爸拽着我就要走，一直没发话的我妈却叫住了我们：走什么走？你是家里的大哥，这聚会你走了能行？坐下。我爸一向听我妈的话，被这么一说，也只得默默地回到座位上。看看，还是我嫂子识大体。刘畅他妈笑眯眯的阴阳怪气道。我妈白了他一眼：哪有你们家刘畅识大体啊？追着跟自己的表姐比，怎么这酝酿了1年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家难堪是吧？还有你们这帮长辈，是不是太歪了？是不是看我家穷，看刘畅找了个好人家，所以故意欺负我们家呀？我妈的话让在场的人全都脸红了起来。刘畅倒是脸皮厚，能屈能伸，他走过来恭恭敬敬和我妈鞠了一躬：婶婶，对不起，我这人说话直，也没想到你们会因此生气啊，你们别跟我计较。我一听又是一阵恶心，这个刘畅从小就像个臭绿茶，说话总是阴阳怪气的，装可怜。真不知道这种人进了社会怎么没被人打死。说完，他又看向我：瑶瑶姐，我跟你道歉，是我不会说话，把你惹了，对不起。你怎么才能原谅我呢？我冷笑一声：跪下来道歉就原谅你啊？刘畅本以为我会碍于面子接受他的道歉，没想到居然让他跪下。他咬了咬牙，脸红到了脖子根，气氛也变得十分尴尬。我清了清嗓子：我就是开个玩笑，怎么可能让我的好妹妹跪下呢？说罢，我又把目光放在刘畅身上，随后对他妈道：刘畅刚才说已经和男朋友准备结婚了，既然要结婚了，怎么连我们家的聚会都不愿意来呀？不会是你们吹牛吧？刘畅他妈立马急了，使劲摆了摆手：什么吹牛？我准女婿太忙了，没空来而已。我妈立马来助攻我，她干笑了一声：是太忙，还是没把刘畅当回事？刘畅他妈被问得满脸通红，恶狠狠地看着刘畅：你把小陈给我叫过来。刘畅显得有些为难，他也有家宴要参加，应该没办法过来吧？我脸上依旧挂着嘲讽的笑容：没事，既然人家不愿意来，我们也不勉强。不过畅畅你也要考虑一下，这婚前都对你这么不上心，结婚以后刘畅也生气了，他拿出手机：你少胡说，我们家老陈对我可好了，我现在就让他过来。说完，他就跑出去打电话了。这电话打了10几分钟，他才满脸不悦地回来了，说自己的未婚夫一会就到。半个小时后，一个看起来能有200-300斤的胖子出现在包间门口。刘畅立马热情地跑上前拉住他的胳膊，却被一把甩开：我他妈都说了我有事，你非要我来干什么？刘畅的背影僵了一下，却还是笑盈盈地重新挎着自己的未婚夫：哎呀，知道你忙，这不是让你认识一下我的亲人吗？说完，他也不等未婚夫反应，拉着他就走了进来。我家亲戚连忙称赞：哎呦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听说陈总特别厉害，真是年少有为呀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我家亲戚真能胡咧咧，别的就算了，居然还能违心地夸这么一头肥猪的长相。刘畅昂着头，带着未婚夫走到我和靳言面前：这就是我老公，
老公，这是我表姐，在她旁边的是她男朋友，不过她男朋友是送外卖的，你看能不能给她安排个好工作呀？”刘畅露出十分得意的笑，但她老公看到靳妍的脸之后却慌了。刘畅本来还等着和肥猪老公一起羞辱我们俩，扭头一看，肥猪老公居然满头是汗，他皱了皱眉头：“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？”肥猪老公咽了口唾沫：“您是靳总吧？”此话一出，原本等着看我们俩笑话的亲戚都愣住了，刘畅更是惊讶的眼球都要瞪出来了。他使劲晃了晃肥猪老公的胳膊：“什么靳总啊？老公你怎么说胡话了？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，上个月还给我送过餐呢。”谁知道他的肥猪老公却生气了，他使劲瞪了刘畅一眼：“你胡说些什么？带你去了那么多高档地方，见了那么多人，连我们江城的首富儿子都不认识吗？”此话一出，包间里更是安静的，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清。我爸妈更是用诧异的眼神不停地打量我和靳妍。靳妍的身份我一直没和爸妈说明，本想等真打算结婚的时候再说，没想到竟然在这种场合暴露了。我操，瑶瑶姐牛逼呀！我另一个还在读大学的表妹先是惊呼着打破了沉默，随后我家其他长辈都一脸尴尬。哎呀，这小靳总也太低调了，畅误会你了，你说你也不解释一下？就是啊，害我们也误会你，刚才我们说的话你可别往心里去。我那最势利眼的大姑又跑出来拼命地想巴结靳妍。你们这帮人真是的，我第一眼就觉得这小伙子长得帅气，而且一股贵气，要不是你们刚才说话太损，我都想说了，就算真是送外卖的，以后也能出人头地。我二姑十分不服的小声嘟囔：“你刚才可不是那么说的。”我大姑啧了一声，勒令她闭嘴。我笑了笑，其实是我不让靳妍表明自己身份的。他为人低调，不喜欢成为焦点，不像某些人浑身使不完的牛劲，怕是恨不得上去表演段小品吧。刘畅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，他挽着肥猪老公的手都因为太过用力攥白了。“不好意思啊，妹夫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，我自罚一杯好了，你可千万大人不计小人过。”说完，他直接仰头吞下一杯白酒，喝完之后还故作虚弱地扶着脑袋倒在肥猪老公的身上，但他的肥猪老公却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不想搭理他。“哪里的话，误会罢了，我今天开了车，不能喝酒，就以茶代酒了。”说完，靳妍干了一杯茶。“哎呀，靳总真是有原则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我们都得学着点。”我翻了个大白眼，这帮见风使舵的真让人恶心。你们该吃吃，该喝喝呀，都盯着我男朋友干嘛？他可社恐，要是把他吓跑了，我跟你们没完。我开玩笑道，要是刚才不知道靳妍身份的时候，我开这种玩笑，他们肯定要说我没大没小。但此刻所有人都十分配合地哄堂大笑。我就说瑶瑶从小学习好有出息，没想到找的男朋友也是这个。我大姑父竖着大拇指道：“被他这么一起哄，我家亲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彩虹屁，把靳妍弄得握着我的手心都冒汗了。瑶瑶姐，你真厉害呀，家境这么一般，居然找了这么厉害的男朋友。我要是你，我得自卑死。”果然刘畅又开始找事了，我使劲白了他一眼：“自卑什么？姐自信放光芒。我看你今天是不是过度亢奋了？你要是真闲的没事，去帮服务生把盘子刷了去。”刘畅却根本不理睬我对他的嘲讽：“哎呀，瑶瑶姐，我这不是为了你考虑吗？
我身边也有傍大款的女的，到最后不都是年老色衰之后被人给甩了吗？你看你们家跟靳总家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。要是哪天靳总不喜欢你了，把你给甩了，你去哪哭去？说完，他还做作地捂了捂嘴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又犯说话直的毛病了，我自罚一杯。说完，他又抬起手准备喝酒，我一把抢过他手里的酒。你要是想喝酒就直说，没必要在这故意犯贱，找借口自罚自己。本来就没多少酒，都让你喝了。刘畅夹着声音笑了笑，瑶瑶姐你可真会开玩笑，我要是有你那么幽默就好了，难怪能把靳总迷得神魂颠倒。他的脸红扑扑的，还用妩媚的眼神看着靳言。我使劲掐了靳言的大腿一下，靳言吃痛低下头，不敢和他对视。其实瑶瑶非常优秀，我也非常爱她，背信弃义的事情我做不出来，要不是她不同意嫁给我，我真是恨不得立刻把她带回家，生怕她跑了。靳言这话是在给我正面子，不过他也确实跟我求婚过，只不过我觉得在一起的时间不长，还不想结婚，就没答应他。我家亲戚立马在一旁起哄，夸我找了个好男朋友。刘畅有些不甘心，靳总现在在热恋，看瑶瑶姐哪都好，等这股劲儿过去了，可就不一定了。这家庭背景的悬殊还是很影响感情的。还没等我反击，包间门口又出现一个人，那人高高瘦瘦的，一直往包间里看。我大姑父先发现了他，问他干嘛的，那人却把目光放在我爸身上，他眯着眼睛，试图看得更仔细一些。哎呀，刘总，还真是你！说完，他呲着大牙，大步走到我爸面前，跟我爸握手。这人我认识，因为比我大10多岁，我一直叫他王哥。他在全国都在做租车行的业务，做的也是挺大的。这2年又在发展其他业务，刚好和我家公司的业务有关。为了拿到我家的合作，他找过我和我爸好多次，不过因为他们家的产品的确不合格，都被我们拒绝了。没想到居然在这碰见了，靳言的身份暴露了。我爸觉得露富了，已经有点坐不住了，没想到这又来一个人要把他的身份也暴露了。他朝着王哥使了使眼色，什么刘总，您严重了。王哥却根本没领会意思，哈哈大笑。哎呀，刘总真是太低调了，您可是江东的首富，不叫您刘总叫您什么呀？我爸2次创业就是在江东，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就成了江东的首富，实力和靳言家旗鼓相当。王哥说完又看到了一旁的我，小刘总，你也在呀？我给您的方案，你有时间可别忘了看。这下包间里又是死一片的宁静。王哥本来还呲着大牙乐，看气氛不对，立马收起笑容。我说错话了吗？怎么大家都……他后知后觉。我爸却叹了口气，估计他此刻内心 OS： 我也不想装逼，可实力不允许呀。我操，瑶瑶姐真是牛逼的次方，牛逼 Plus。又是我那个还在读书的表妹打破了安静的气氛。建军，你真是低调的太过分了吧？成了江东的首富，居然也不告诉我们一声，害我们还担心你养殖场创业失败后受不了打击。就是，我还老跟我们家老刘说呢，要是建军有什么困难，可得帮着点。我大姑和我姑父一唱一和道。我妈听完后冷哼了一声，某些人说的好听。我记得建军养殖场刚黄的时候，大家可都是避之不及，生怕我们借钱啊。哎呀，哪里的话，咱们之间肯定有误会。我大姑激动地站起来，走到我妈旁边，根本不管我妈的嫌弃，拉着我妈的手就开始套近乎。被揭穿了身份，我倒是没太多感觉。
反而觉得挺爽的，因为我也觉得我爸低调的有点过分了。要不是他一直让我们装穷，我们家也不会遭受那么多白眼。我爸一直低着头，沉默不语。我看了愣在那的王哥笑了笑：“哥，你得方案过完年，我会看的。”王哥也顺势点头，说自己还有点事要走了。等王哥一走，我家亲戚轮番给我爸敬酒，他们把小人的嘴脸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所有的人注意力都在我们一家身上，根本没人在意刘畅和她的肥猪老公。刘畅气得眼睛都红了，但他还是没学乖。大伯一家真是太低调了。我瑶瑶姐居然穿着这么一身破烂，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。不过真不知道我瑶瑶姐是真低调，还是没人给买好东西。我这一身上下加一起10几万，我开的车也要40-50万呢。我老公说了，结婚后给我换玛莎拉蒂。我笑了笑，是吗？可太牛逼了，我羡慕死了。刘畅没听出我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以为他把我噎住了，得意洋洋地抿了一口酒。他的肥猪老公却一脸不悦：“你能不能低调点？我小叔也出来当和事佬。”哎呀，这瑶瑶他们一家喜欢低调，畅畅呢也找了一个不错的男朋友，真是双喜临门啊。禁言此时凑到我耳边：“你表妹身上的东西基本都是假的，还有她这个未婚夫不对劲。”我淡淡一笑：“我知道，我还知道一个事呢。”我话音刚落，服务生就跑了过来：“请问江第25789的黑色奔驰是哪位顾客的车子？”刘畅举了举手：“我的。”怎么了？服务生扭头和旁边的一个人说了什么，之后就撤了。那人走过来，大家才看清，居然又是刚才的王哥。王哥看起来神色凝重：“刘小姐，我们有话出去说吧。”刘畅看王哥这么巴结我爸，他心里自己和我家是一个阶级的人，自然也是瞧不起的。他轻蔑地白了王哥一眼：“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是谁呀？我就跟你出去。知道我什么身份吗？”王哥清了清嗓子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说了。刘小姐，您那辆奔驰车的租金该付了。”包间里又是死一般的宁静，甚至比刚才2次还要安静。刘畅的脸抽搐了几下，随后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：“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那车是我老公的，对不对，老公？”刘畅的肥猪老公也站了起来，尴尬道：“应该是有一些误会的，不可能，那车是我车行的，员工跟我反馈过，这车已经欠了1个礼拜的租金，看您是老顾客，我们才没催，但这也太久了，您要是不交的话，押金我们也不退了，车得还给我们，不然我们可就报警了。”王哥斩钉截铁道。刘畅的肥猪老公飞也似的逃了出去，拉着王哥去外面交涉。我们家亲戚都傻了，所有人都直勾勾地看着刘畅。刘畅紧咬着嘴唇：“你们看我干嘛？我老公都说了是误会，你们该干嘛干嘛，我看看去。”说完他也赶紧逃了出去。刘畅的爸妈更是挂不住老脸，也跟着出去了。我却笑了出来。其实从进门开始，我就看出来刘畅的身上都是假货了，而且别人家我不敢说，他家的情况我可是了解得很，根本没什么钱。见到他未婚夫之前，我还觉得是不是真钓到一个钻石王老五，可他未婚夫也是浑身上下假名牌，我自然就对他的车产生了怀疑。正好刚才王哥过来了，我等他走了之后，给他发微信，让他查一下刘畅停在楼下的车。这一查可就精彩了，直到家庭聚会结束，也没见刘畅一家人再出现过，估计是丢脸丢大了，跑路了。你记不记得她老公叫什么？回家的路上，禁言问我，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好像叫陈涛。
说是陈氏集团的公子哥。靳言眉头猛地皱了一下，却也没说什么。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再见到刘畅也要很久之后了。没想到第二天，刘畅一家人就厚着脸皮找上门来。我们一家在早些年发达的时候，在江城买了一套别墅，这件事家里亲戚都知道。不过因为我爸又在别的城市创业，这套别墅就只有节假日需要回老家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回来。刘畅他妈敲开了门，就想往里进，我妈一把将他拦住：“你有什么事就在门外说。”“哎呀，嫂子，你这就见外了不是？咱都是亲戚，怎么搞得这么生分？”“畅畅，把给你婶婶带的水果拿过来。”刘畅眼含笑意地晃了晃手里的水果，就要往里进。我爸是个要面子的人，虽然也讨厌刘畅一家人，但大过年的亲戚来拜访，不让人进门算怎么回事？他走过来拉开我妈，邀请刘畅一家人进了别墅。这一进来，我们才发现这一家人居然提溜着行李箱来的。“不是，你们家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妈盯着行李箱，一脸迷惑。刘畅他妈笑着握住我妈的手：“是这样的，你也知道我们家那个房子不太好了，这些年我们一家也是凑合住。不过过2天，畅畅的男朋友要带父母来谈两人结婚的具体事宜，那房子肯定不行的呀，所以我们一家就想着搬来你们家住。”刘畅他们住的地方确实拿不出手，是我们城乡结合部的小平房，而且那个小平房是我爷给我爸的。当时他手里有3套房子，2套地段还不错，1套是那个平房。因为偏心，他把最破的房子给了我爸。刘畅他爸拿到的是地段最好的那套，可他沾上了不良嗜好，还债的时候把房子给卖了，走投无路下厚着脸皮搬进我爸那套平房里借住，一住就是10几年。我妈一听这话直接炸了：“你们一家搬过来，那我们一家去哪？哎呀，你们一家又不常在这住，咱今年的家庭聚会都结束了，在江城你们也没啥亲戚要见了，你们一家就回江东去吗？你们家那么有钱，肯定不差这套房子。”刘畅他妈居然能舔着脸说出这些话，实在是我们一家都没想到的。我妈态度十分坚决，告诉刘畅一家想都别想，这房子就算我家不住，也不给他们一家住。刘畅妈本来还笑眯眯的，听我妈的话之后，直接翻脸了。她撒泼似的坐在沙发上哀嚎：“哎呦，没天理了！这老爷子一走，大哥都不管弟弟一家了。要是老爷子泉下有知，还不气得活过来了。我爷爷前年去世了，他在世的时候一直最疼我叔叔，也就是刘畅他爸。作为大哥的我爸，从小就被他教育要照顾着弟弟。我爸也是因此才处处都想着刘畅他们一家。我爷爷活着的时候，总逼着我爸对刘畅他爸好。我爸这个有名的大孝子，也只能忍着憋屈对刘畅一家人好。现在刘畅他妈又拿老爷子出来给自己撑腰，本来不提老爷子还好，一提我妈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他一直都觉得我爷爷过于偏心，对我爸不好，早就对此不满了。你少在这道德绑架，我们家建军对你们家还不够意思吗？你们家的房子是建军给的，你老公的工作是他帮忙安排的，你女儿当年那个成绩差点没考上高中，也是建军帮的忙，这种事还少吗？老爷子活的时候偏心眼坑我们家建军就算了，死了可别想作妖。我妈气得浑身都发抖，我爸可能也是被恶心到了，这次没顾着面子和亲情拦着我妈，而是站在一旁叹气。刘畅他爸一听也急了，走过来指着我妈：“得了吧，刘建军他照顾我什么了？
房子是他住过的，也没过户给我。我那工作1个月也就5000块钱，他用心给我安排了吗？还有我家畅畅上学的事，明明是他自己想耍威风装逼才帮忙的，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他刘建军要真是对我好，当初为什么不给我养殖场的股份？还有这个别墅，你们又不常住，凭什么不给我住？我今天就告诉你们，这别墅我住定了，那边的房子我不想住了，你们给卖掉，把钱给我拿来给畅畅结婚用。刘畅他爸掐着腰跟我妈辩论道，说话嚣张也就罢了，他还动手推我妈。我一看急了，拿起旁边的棒球棍就冲了过去。见我手拿凶器，刘畅一家怂了。刘建德，你们一家太过分了！从我家出去！一向隐忍的老爸也终于爆发了，伸出大手就把他们一家往外推。在我们一家的驱赶下，刘畅一家很快就被逼了出去。拿着你们的破箱子给我滚！我直接把他们的行李箱砸了出去。虽然已经被赶出来，但刘畅一家依旧没有要走的意思。他们在门口对我家破口大骂，扬言让我们等着。过了好半天，他们才走。没多会，家庭群里炸锅了。刘畅一家颠倒黑白说我们家欺负他们一家，家里的亲戚都跑出来道德绑架。大概就是说我爸都这么有钱了，怎么就不能帮自己的弟弟？我直接在群里发，你们也都不差钱，怎么不给他们家拿点？还有那套平房，我爸过户给我了，你们家要是再无理取闹，我就把那房子卖了。果然在我说完之后，大家都不吭声了。我爸叹了口气，其实都怪我，总觉得自己是老大，所以对这些人太纵容了。瑶，今天我也是彻底看透了，咱装穷的时候他们欺负我们，知道我们有钱了又巴结又道德绑架的，哪有这样的亲人？以后咱不跟他们过多来往了。看我爸终于醒悟了，我和我妈长舒一口气。3个月后，刘畅婚礼的请柬下来了。这3个月我也没闲着，打算给刘畅一份大惊喜。婚礼当天是在江城最豪华的酒店举行的。刘畅挽着自己肥胖如猪的老公，笑得很灿烂。敬酒的时候，家里的亲戚都十分殷勤的巴结，不停地夸刘畅和她老公，希望他们俩能给自己家孩子安排工作。刘畅仰着脖子，一脸骄傲，带着肥猪老公走到我面前时，刘畅面目一下变得阴冷。哟，我还以为瑶姐不会来呢。我这婚礼可是以最高规格办的，虽然我老公不及靳总家里有钱，但对我可是没得说。他给了我88万彩礼呢，不知道靳总愿不愿意给你拿这么多。我笑了笑，举起酒杯。我的好妹妹，租车的事处理完了。刘畅脸色一变，咬着牙，那件事就是个误会。说完，他立马转移话题，问我靳言怎么没来。我最亲的表妹结婚，我们自然要有准备，他在给你们准备礼物呢。刘畅嘴撇了撇，准备什么呀？靳总可太见外了。他的肥猪老公却一直催促他不要跟我多说，还有别的桌要敬酒呢。就在他们刚要去下一桌的时候，宴会厅的门打开了，靳言西装革履地走了进来。看着那张帅脸，我差点就流口水了。他一进来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有几桌人更是直接站了起来，但靳言都没搭理，而是径直走到我身旁。他看了刘畅老公一眼，为什么冒充我哥们陈涛？听到这话，刘畅的猪头老公差点腿软坐地上去，他的额头全都是汗，手也紧紧攥着拳头在颤抖。靳总，你说什么呢？老公，你怎么了？刘畅抓着她老公的胳膊追问道。谁知她老公却恼羞成怒的一把甩开她。靳总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冒充你哥们。
刘畅听到后，整个人都傻了。这就是我们给刘畅准备的礼物。家宴那天，靳妍就知道刘畅老公的身份有问题，特别是听见陈涛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她就立马找人调查。原来这个肥猪是靳家保姆的儿子，那保姆跟靳家几十年了，人倒是还不错，就是他这个儿子不大靠谱。这些年拿着他辛苦赚来的钱到处装逼，自称自己是陈涛。他其实也不认识陈涛，就是有一次他看到陈涛来靳妍家找他，他看陈涛本人也挺胖的，就起了歪心思，想要以这个身份出去骗女的。和刘畅领证的时候，看着他身份证上名字一栏写着王东来的时候，刘畅质疑过，但他却谎称自己是陈家的继子，王东来是他的本名。爱慕虚荣，想要嫁入豪门的刘畅就这么相信了。刚才那一幕，我家亲戚还不敢相信，毕竟转变的实在太快了。就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，刚才看到靳妍进来后，站起来的几个人陆续走了过来，他们手里拿着酒杯，恭恭敬敬地和靳妍打招呼：“靳总，没想到你也来了。”这些人是刘畅他爸单位的领导，是他爸厚着脸皮请来的。因为和靳家有业务上的往来，他们自然也认识靳妍。靳妍微微笑着跟他们客套了几句，随后道：“本来我是不想过来的，但是听说某些人冒充我哥们陈涛，我觉得我有必要来看看。”这下这些领导的脸色也变了。陈涛在当地也非常有名气，他们都认识。他们收到的请柬上写的是王东来的名字。来到婚礼现场后，也只以为是一个比较有钱的新郎，没想到居然是个有胆子冒充陈涛的人。老刘，你们一家是不是被骗了？其中一个领导问道。刘畅他爸低着头吞吞吐吐，半天憋不出来一个屁。他妈反应倒是挺快的，嘴里一直说着是误会，想要把这件事给赶紧平息过去。打发走了几个领导，刘畅他妈突然开始跟我和靳妍道歉，说他们也是被骗了，不知道这个死肥猪冒充靳妍，希望靳妍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知道他打什么主意，现在婚礼这么多人，要是闹大了，大家都知道他家女婿是个骗子，那他家就不用活了。你要是刚才没那么嚣张，说不定还有机会，但是现在晚了。我冷冷道。话音刚落，宴会厅的大门猛地被人推开，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女子冲了进来。王东来，你给我出来！她大吼了一声，吸引了所有宾客的目光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冲到富豪新郎的面前就是一耳光。你这个混小子，结婚居然不告诉我，要不是少爷跟我说，我都不知道你居然胡说八道，冒充我们少爷的朋友，我的老脸都让你丢光了。说完，他狠狠地用拳头砸了王东来几下，因为嗓门实在太大了，整个宴会厅的人都听见发生了啥，大家都窃窃私语看着热闹。我皱了皱眉头，阿姨，他结婚都没告诉你呀？那你知不知道他拿了88万当彩礼给刘畅他们一家？我的话一出，阿姨的脸都变得惨白，她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好袋儿，不敢置信地问：多少？88万。沉默了2秒后，他突然拿起旁边的酒瓶子，你这个败家的玩意，前阵子骗我要做生意，拿走家里仅有的20万，我还真以为你出息了。你说剩下的钱哪来的？因为怕闹出人命，我家亲戚赶紧上前拦着，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太丢脸了。王东来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妈，对不起，我拿家里的房子抵押借了70多万出来，但是畅畅她怀孕了，我不得不娶她。您不是一直想要个大孙子吗？
我本来打算着证都领了，婚礼也办好了，到时候跟他坦白，让他跟我一起还债。这下换刘畅一家脸色惨白了。本来刘畅的肥猪老公计划得好好的，他还特意花钱雇了2个演员演自己的爸妈。今天他那边来的亲戚也都是他花钱雇的群演，因为他家条件差，讨个媳妇不容易，他不认识真货，就看刘畅一身都是名牌，还以为他家里挺有钱的，于是想了这么办法骗婚。等结婚了，那88万彩礼他也会想办法要过来，之后再加上刘畅的嫁妆钱，怎么说他都是赚的。哦，原来是未婚先孕啊，真不知道检点。我听说老刘他家就是工薪阶层，为了嫁入豪门，他闺女也是拼了，可惜被骗了吧？旁边的宾客窃窃私语，用鄙视的目光看着刘畅。王东来他妈一个箭步站在刘畅面前，胡妹子，把我儿子的钱还给我们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们不稀罕。刘畅往后退了2步，但王东来他妈根本不给机会，伸手就抓住了刘畅的头发。见自己女儿吃亏，刘畅的爸妈也急了，冲上前和王东来他妈扭打在一起。因为常年做体力活，王东来他妈力气特别大，俩人硬是没占上风。我婶头发被抓掉一大块，我叔叔脸也被抓花了。我家亲戚在旁边假惺惺地喊着别打了，但谁也没上去拦着，大家都不想摊上这个烂事，心里只有对刘畅一家深深的鄙视。直到警察来了，把他们都带走，这件事才算结束。散场的时候，我家亲戚又开始充当正义使者，我就说刘畅那丫头没出息，连结婚都找不到正经人，可比不上我们瑶瑶。就是之前他们家还逼我们在群里发那些话，想借住你家房子。建军，你可别跟我们计较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，傻子都知道。他们之前以为王东来真是有钱人，哪头都不想得罪，才帮着他们家说话，现在又开始墙倒众人推了。我爸听了这话之后只是笑了笑，看得出他对自己的亲人彻底失望了。你们呢？让人恶心。说完，我爸带着我们一家上了劳斯莱斯后扬长而去。我姑他们反应过来，赶紧追着车跑。哎呀，建军，咱们之间有误会，咱怎么说也是亲姊妹。我的几个姑奋力地吼着，试图挽回我爸，但已经晚了。我爸这次不可能心软了。当晚，刘畅一家人又找上门来，不过我们不在江城的别墅里，而是直接回了江东。刘畅他爸来了电话，我爸不想接，是我接的。拿起电话，他爸就是一阵怒吼，有一个人自称是新房主，让我们3天之内搬出去，说已经租了这个房子，要在这养猪。好你个刘建军，你对得起咱爸吗？你的好女儿让我们一家出尽洋相，现在又想让我们无家可归是吗？我笑了笑，轻轻道，人家让你3天搬走，哪那么多废话？你们住的地方养猪不是正合适吗？你们就是猪狗不如的东西。对了，你们还是想想刘畅带着肚子以后该怎么办吧。拜拜。我果断挂了电话，把他们一家的电话全部拉黑。半个月后，他们一家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我爸公司的，居然一家人跪在我爸公司门口。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这么有钱，就帮帮我们吧，大家快来看看呐！我亲哥哥这么有钱，居然对我见死不救。刘建德带着一家人在公司门口闹了整整1个礼拜，我爸一直躲着不出面，本以为他们会觉得没趣儿，自己滚蛋。可看这个架势，他们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。我没问我爸意见，直接联系了几个朋友，跟着我一起到公司楼下和他们一家对峙。见我下来，
刘畅他妈连滚带爬地站起来，往我身上扑。哎呦，瑶瑶，你终于肯见我们了，我们一家真是要被你逼得走投无路了。我冷眼看着他，不是你让我把房子卖了吗？不是你说自己找了个金龟婿，看不起我们家吗？不是你们家一次次跟我们家借钱不还吗？是你们断了我们之间的情谊，怎么反过来还怪上我们家了？我的话让刘畅一家人脸色都很不好看，刘畅他妈更是恼羞成怒。他刘建军那么有钱，帮我们这种穷亲戚怎么了？他又不缺一套房子，还有借钱的事，总共也就借了几十万。你家至于这么小气吗？我真没想到你们一家居然这么不讲理。听到刘畅他妈的话，我直接气笑了。这种胡搅蛮缠的人最喜欢说别人不讲理了，因为他们永远都在装受害者，永远都是他弱他有理。我扭过头看了朋友一眼，刚才说的话都直播出去了吧？我朋友点了点头，他在某音上有1000万粉丝。刘畅一家想利用舆论逼我们家妥协，那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他们一家在全国都火一把。果然，直播间评论炸了，大家都很厌恶刘畅他们一家的不要脸行为，所有人都在骂他们一家，还有几个人说认识刘畅，开始扒刘畅的黑历史。你，刘畅他妈气得都磕巴了。我笑了笑，你什么你？赶紧给我滚！你们要是再来骚扰，我就把刘畅婚礼的视频放出去，让你们一家再火一把。听了我的话之后，刘畅一家人脸色惨白的，吓得再也没敢来过。后来我听说刘畅他妈不想还彩礼钱，奈何王东来他妈集结了一顿亲戚到刘畅他爸单位闹，刘畅一家不得不归还了彩礼钱，还在王东来妈妈的逼迫下离了婚。刘畅他爸也因此丢了工作。他们本来想跟我姑他们那蹭住，但见他们落魄，我家亲戚没人愿意帮他们。刘畅的孩子月份已经大了，没法打掉，只能生下来。结果呢，生出来是个先天智障，王东来也不认这个孩子了。而我们一家和这些没良心的亲戚断了往来，过起了自在快活的生活。至于禁言，还在努力跟我求婚呢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